九转金丹丹成之劫呀！这个小兔崽子已经是大罗圣境了，还来祸害老头子的宝库，忍不了了，忍不了了！不对啊，这丹书上也没有写炼丹会引起天象大变啊！程毅，你个小兔崽子你！啊！我的千金人参、千金灵芝，冰魄龙髓息壤都哪里去了？师傅，都在锅里呢。等我练出九转金丹，您就再也不用嫌弃我的境界低下。你造孽啊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你竟然用铁锅来炼制九转金丹，你以为这是炖大鹅了啊？为师当年就不该把你捡上山来，不用八卦炉，这些灵药毁了，毁了，全毁了！放心吧，师傅，我呀都是按照丹书上记载的流程一步步做的。九转金丹马上出锅！出锅！今天出不了，为师竟然把你逐出玉金山！啊！啊！九转金丹竟然被这小子用铁锅给炼成了！什么铁锅炖金丹呐、这都能行？刀俎在上啊！这个兔崽子难道是老天爷的亲儿子吗？师傅，师傅，九转金丹已经炼成，你可不能赶我下山了。哎呀，瞒不住了，瞒不住了，真的瞒不住了呀！这兔崽子修炼10年，直入大罗圣境，都超过老头子了。炼器随便一炼就是神兵仙器，现在居然用铁锅炖出了九转金丹，没天理呀！老头子，我修炼了3万年都没有炼出九转金丹来呀！师傅，您就别生气了。丹书上说了，这九转金丹呀，可以增强修为，重塑根骨。等我吃了这丹以后呀，修为很快就能提升上去，绝对不给您丢人。不能吃！你浪费，浪费呀！师傅，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？一点修为都没有增加。你都超越大罗圣境了，吃1万个九转金丹也没有个鸡毛用啊！浪费啊，浪费！你资质太低，吃九转金丹没有任何的作用啊！你那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我再练练天元神丹试试？听说那种丹药，陆地神仙吃了都有效果呢。啊，还练呐？你再练，我的玉金山都被你给练空了！不行，必须把他赶下山。10年了，快要瞒不住了呀！所以，为师传你造化仙经，你且听好：道充而用之，祸不盈。渊兮似万物之宗，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三花尽开，武器超源，大罗圣境。呀，老夫收了个什么怪胎呀？3岁炼气，5岁金丹，10岁化神，15陆地神仙，20岁圣境。我还怕他骄傲不好好修行，告诉他资质低下，现在都圣境了，要瞒不住了呀！必须把这个兔崽子送下山。叶儿，你来我玉京仙山修习已有20余载，你实在是没有任何的修炼的天赋啊！
来吧，给为师一拳，用上你的全力，让为师好好检验一下。如果你仍然没有寸进的话，那就下山去吧。师傅，我不想下山，我已经拼命的修炼了，请您检验。6道轮回拳。用全部修为！哎呀，真的好强啊！我不会被这兔崽子一拳给打死吧？哎呀，真的好强啊！我不会被这兔崽子一拳给打死吧？师傅，我绝不下山！毫无寸进，朽木不可雕啊！叶儿，这造化仙经你修习了10年，才修炼到了第8层。想当年，为师只用了1年的功夫，就修炼了到第10层了。哎呀，道祖在上，老夫修炼了3万年才第5层，这个兔崽子10年都超过我了。我难道修炼到狗身上去了？师傅，徒儿不想下山，徒儿想留在师傅身边侍奉师傅。晨儿，下山去吧。你与仙道无缘，却与红尘有份。想当年，为师把你从靖州捡回来的时候，你身上尚有一块玉佩，说明你红尘因果未断，家人尚在人间。这几年，为师为你寻得了2段姻缘。你拿上婚书，下山去寻找有9阴、太阴、少阴之体之人，与其一双修，便能打破资质桎梏，修得仙道。师傅，去吧，赶紧下山去吧，兔崽子！老头子，我已经没得教了呀！师傅，我撑不住了，再满你都要修炼到天道境界了。师傅，下山去吧，玉佩婚书，你所炼之气皆在此。师傅，弟子入玉京山20年，与师傅朝夕相伴，弟子不想离开，求师傅不要赶我下山。下山去吧，待你了却红尘因果，为师许你回归玉京山。别墨迹了，师傅，我快忍不住了呀！了却因果就能回来？谢师傅，我这就即刻下山。老头子，我打遍了3进仙门，从无对手。3万年来没有被伤过1根汗毛，今天差点被这小兔崽子给打死。不行，那小子下了山，定然会知晓是为师没有什么可教的了。他知道是为师把他给骗下了山，那回来还不得闹翻了天？那就让武装观落花洞投诚去吧。镇元大仙，落花洞主，你们的天元境女婿已经下山了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，就看你们的了。唉，看来我真不是修仙的天才，连师傅都把我赶下山了。哎，这玉佩跟了我20年都没什么动静，怎么今天忽然有了感应？难道真是我红尘因果未断？东南方向。云姐，你一定要找到你弟弟。20年前，我不是故意把他弄丢的。爹，你快别说了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爹。才有1时，
你们一位是西医外科圣手，一位是国医大师，一位是医道入社的医仙，难道连你们3位都救不了我爹吗？这钢条贯穿头颅，没有命丧当场已是万幸，若要取出，那则要打开头颅，那更是必死无疑。趁着还有意识，赶紧交代后事吧。这钢条从天灵百会贯穿脑宫髓海，药石无功，华佗在世也难医呀。若是能从仙门求得一颗护灵丹，护住髓海不散，还能有救。可现在张家主无法移动，更坚持不到话语仙门，还是赶紧准备后事吧。寻常手段救不了我爹，仙道手段也不行吗？仙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头者，元神之福，人神之所助，万灵之汇聚。受此重创，元神不保，能多活着1时3刻，已是命中积德，天公赐福。若还想奢求活命，恐怕……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爹还活着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小道修仙浅薄，救不了张家主。现在只能用这龙涎安魂香定住3魂7魄，暂不离体。若不抓紧交代后事，待这安神香烧完，可就天人乏力了。3位神医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爹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爹吧！只要你们能救我爹，我张家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。还有，我张家有一份话语仙门的仙缘，得此仙缘，有望成仙。你们谁能救他，这仙缘就是谁的。求求你们了！不是我们不救，实在是伤得太重了。这安神香只能维持半小时，大小姐还是让张家主赶紧交代后事吧。小雪，这个玉佩我交给你，这之事绝非偶然。我怀疑是20年前害我丢失你弟弟的人有出现。虽然你是我的养女，但是我一直将你视为祭主。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找到小姨。我张氏家族一半归你，如果实在找不到，这就都留给你了。爹，我不要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弟弟的爹。好重的煞气啊！老头儿，这头上插钢筋好玩吗？老头儿，这头上插钢筋好玩吗？你住口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给我抓住他，张嘴！等！我没有嘲讽，我是想说，得赶紧把钢筋从他的脑袋上拔下来。这根安神香只能起到一点安神的作用，救不了他的命的。再不拔出来，他活不过10分钟。哪来的小子，在这儿口出狂言？这可是龙岩安神香，为仙人用，无知。这龙涎香含龙涎之气，能保3魂7魄。虽然救不了张家主的命，也能保他在一炷香内不会气绝。何止能稳3魂7魄？这香，凡人闻一闻，能多活几10年；仙人嗅一嗅，境界可更上一层楼。不可能，这香我炼了几百根了。师傅说了，这香就是驱蚊子用的，对于提升修为没有一点作用。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丁点修为？妄言！这香以龙涎为料，大罗圣境修为方能炼的，天上不多，人间少有。我练了上百年，才斩下区3根，你居然敢说你练了几百根？不可能啊！师傅说这种香，我大罗圣境这种低等修为就能练，就是垃圾啊！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哎呀，你们先别说了，先把老先生头上的钢筋给拔出来，再不拔出来，他可就死了。口出狂言！我等3位神医都不敢拔，你怎说拔就拔？拔出来，当场毙命！不会，你们听我的，先以仙气炼金针封住他的左右神庭，保住3魂，再封住他的气海，
凤池、百会三穴，护主气魄，能有1刻钟护他性命无忧，正是拔出钢筋的最好时机。这种手段，我在仙道遗书上看过，非大罗圣境修为不可施展。你是怎么知道？谁教你的？你师父是谁？我是玉。不行，师傅那么厉害，我修为那么低，说出他老人家的名讳，岂不是给他丢人吗？我是玉山上一个门派的小头，门派就我和师傅2个人，你们肯定没听说过。这不，师傅嫌我修为太低，把我逐出山门了。哎呀，想不到一个小门派的弃徒，竟然知道这种神仙功法。什么神仙秘法呀？师傅说了，此法但凡是修仙之人都会的。哎，你们不就是修仙之人吗？肯定知道此法呀。为什么在这儿见死不救，不施法救人呢？你是说他们见死不救？胡说八道！此法能救人不假，可只有大罗圣境修为才能施展。我等都是金丹期末流修为，实真不能持法。师傅说金丹期远在大罗圣境之上，若是说金丹期都是末流，那我这大罗圣境岂不是末流中的末流？我看就是你们不想救，我这种远不到金丹期的修为都可以施展，怎么？难不成这种仙法高修为的人施展不出，反而是我这种低修为的人才可以施展吗？你的意思是你能救我爹？只要你真的能救我爹，你想要什么，我能办到的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不用，不就是拔一根钢筋吗？举手之劳吗？我现在就给你拔出来。不能拔，钢筋一拔，张家主必死。张家主，大小姐，不能让他拔呀！拔还是不拔，你们说了不算。老头，你说这钢筋我拔还是不拔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可我怎么感觉对这个小伙子很熟悉、很亲切，莫名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。小仙师，我听你的。好。等一下，若是有事儿，我张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清雪，我伤得这么重，如果不拔，死路一条；如果拔了，还有一点机会，不妨一试。如果我死了，那是我命中该有此劫，不怪小仙师。小仙师，糟了，无仙香要烧尽了，张家主的气数要尽了，来不及了。忍着点，来不及了。大头，忍着点。爹，你怎么样，爹？不麻醉不消毒硬拔，我看是没安好心，明明要折磨死张家主。看来你们真的是不懂救解之法。这钢筋1指宽，入脑3寸，每拔出来1寸，都要配合镇魂诀镇压3魂。刚开始拔的时候，确实疼痛难忍。不过只要多点上几根龙涎安神香，效果堪比麻沸散，就没有那么疼了。什么？多点几根？说得轻巧，这龙涎香，各地门派加起来也凑不出来100根。一仙前辈，请你再多拿几根吧，我愿意用张家所有的财富，甚至仙缘来换。这仙缘固然珍贵，可这龙涎香我出来时只带了1根，其实3根香我全部带在身上，这是无价之宝，是囚禁化羽仙门的败礼，岂能浪费在一个必死之人身上？你也太小气了吧！1根香你都不舍，你还是修仙之人。喏，点上。假的，假的！这世间不可能有这么多龙涎香。就是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香我有几百根，你们要想要，改天随我回山门，都给你。我的道心都要崩碎了，难道我修了个假仙？这龙涎香真的是路边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肯定是骗人的，这都是障眼法，他说不定是仙门的老股东，就是来此游戏人间的。天有3气，日月星，通天透地。钢针拔出来了，张家主也没有断气的迹象吗？好像
也不是那么痛了。不疼了？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还有他的手法、口诀，都是大罗圣境修为。难道他真是隐世仙人？我儿子的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胎记，难道他就是我的儿子小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是仙门中人，就算是小一还活着，也不可能进到仙门。仅仅用20年就能修成这般大能仙道啊！金幽主神开生路，魑魅魍魉过不平。天门地虎，即将定命。连3位神医都束手无策的事情，他竟然真的做到。这是什么妖孽手法？居然救活了一个必死之人！难道他真是隐世仙人？看着年轻，实际已经是修行1000年的老古董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回仙门报师姑。求小神仙收我为徒，传授仙道遗经。你们搞错了，我就是一个被师傅赶下山的弃徒，不是什么神仙，也没有看过什么仙道遗经。此人与世不清，看不透，还是回禀出师之后再做打算。小神仙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仙道高绝，又慷慨持香，不知能否赐我一根龙涎香，以补今日损失啊！这种便宜东西啊，我有的是，想要多少，你们自取便是。小神仙留步！小神仙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请受老朽一拜。2位快请起，我真不是神仙，刚才救你的手法，师傅说过，随便拿一个仙门中人都可以做到的。既然如此，请问小神仙尊姓大名？我张家有份化于仙门的仙缘，3月3，也就是明日午时，他们会召开仙缘大会。你如果不嫌弃，可尝一试；如果能进仙门，即可早日进无上仙道。我叫张毅，弓长张，容易的易。张毅，你也叫张毅？他的手上也有印记，难道他真的是我丢失的儿子吗？我的儿子是神仙。小神仙，原来你也叫张毅，请问您今年贵庚啊？都说了我不是神仙，就是一个没有资质的废柴，医道也只懂一点点，就叫我张毅就行了。我具体年岁自己也不知道，我自幼在山中长大，据师傅说应该是这个年纪。原来他已经修行了2000年，看来也只是和我丢失的儿子重名相似而已。20多岁了，师傅说我的因果就在东南靖州，这里应该能找到我的父母吧？要是找到了，一定要问清楚当年为什么要丢下我。实不相瞒，老夫也曾修炼仙道，只是天资愚钝，从未证得半点仙道。化于仙门的祖师曾说过，我女儿晴雪乃是9阴之体，与之双修，可以修改仙姿。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让我嫁给他？小仙师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再说了，小仙师能力超群，你嫁给他，你不愿意啊？爹，我有9阴圣体，仙道祖师说有金仙资质，将来能带我进入仙门的飞升仙界，只为寻找一弟弟我才拒绝的。将来若找到一弟弟，哪怕为了报答爹爹的养育之恩，我也可以带一弟弟进入仙门。可他只是一个被仙门逐出的弃徒。找了10多年都没有找到，机会渺茫啊！也许小一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小先生救命之恩，岂可不报啊？不用，我救人不是为了强人所难的。师父教导我要行善积德，这样有助于突破修行桎梏。老先生，您愿意给我一份仙缘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至于婚事，就先算了吧。化于仙门，追求只修仙资质，
如果张先生你的资质无法达到他们收徒的要求，你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只能说明我真的很废柴，没有修仙的资质，只能做一个生老病死的凡人。爹，3年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义弟弟的。至于今日恩情，张仙师能修行至今，必定是有一些资质在的。待我找到义弟弟，我就嫁给张仙师，到时候祝他重登仙道。心中有想，化育仙门的仙缘大会就要开了。仙缘大会是化羽仙门1年1度的盛会，外界之人要进仙门修习仙道，通过仙缘大会的临子考验，是唯一也是必经之路。能入仙门者，光宗耀祖，无上荣光。不过，我观今日诸位皆资质平庸，唯我略高一等。看来这拜入仙门的殊荣，多半是要花了我江家了。仙门之地不得喧哗。外界仙人，周仙人，你怎么不跪啊？这3位可是化育仙门的掌教真人，来主导今日大会，你可千万别惹怒他。不跪3位真人，就是对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尊。你还想不想进化育仙门？面前之人既来参加仙缘大会，准备拜师入仙门，为何不跪？我要跪就要跪真正的仙人，而你们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，不值得我。好狂的小头！我与2位师兄执掌仙门1000年，入得仙门论道，下得地府机魂。你竟敢说我们修为不高，算不得仙人！哎呀，张仙师岂有在此妄言，赶紧给3位仙师道歉。不敬仙人者没有资格参加仙缘大会，请3位仙人下令将此人逐出。我又没说错，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啊？他们真的不是仙人，我师父说过，真正的仙人修为高深莫测，根本就看不透境界。我师父就是仙人啊，我就看不透。我看小友的确有几分修为，炼气期8层。你是何门何派？以炼气期的境界，竟能看出神仙境的修为。你的师父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师父说我天资愚钝，修仙资质低下，把我赶出山门了，没脸再提师父的名号。不肯透露。好，你说我们修为不高，那你就好好说说，我们到底是何境界？师父说，头顶3朵莲花盛开是炼气期，2朵莲花盛开是筑基期，1朵莲花盛开是金丹期，只有1个莲花骨朵的是陆地神仙境界。像师父那般，头顶只有1个莲花骨朵的才是神仙。凡人修炼至陆地神仙已是极限，炼气期修3朵金莲，筑基期修2朵金莲，金丹期修1朵金莲，待金莲闭合重回骨朵，便是陆地神仙。哎呀，我的障眼法快瞒不下去了呀！他已经9连气开入天道境，赶紧让他下山，不能叫他知道我这个师傅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了。你们3个的境界就是炼气期，离陆地神仙境还差得远呢。真是坐井观天，胡说八道！我一个堂堂陆地神仙之境，竟被你说成一个小小的炼气期的修士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！以我看，你师父也如你一般，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阔。既然你不肯跪拜，
那也就罢了。反正你这般女子纯才，竟然也经不起考验，入不得仙门。和你计较，倒也显得我们有失身份。50至，及时到，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请仙门圣器混沌神珠。这就是化羽仙门圣器和引灵根测资质变善恶的混沌神珠啊！当年我几次跪求欲入仙门，就是此神珠测得我资质不够，至今无缘仙道。鸿蒙之始，天地初开，诞生这混沌神珠，作用万千，其一便是可测修炼资质。凡修仙道者，以手触摸神珠，神珠便会显示其修炼资质。凡人修炼者分9境：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。陆地神仙、天仙、神仙、金仙，大罗圣境、天境。触碰神珠，金莲显现，金莲显现数量代表修炼资质所能达到的上限。金莲之下皆为蝼蚁，只有显现1朵金莲，才具有修炼大陆神仙境的可能。若是金莲不显，那则证明这辈子都成不了仙。师傅说，1朵金莲已是凡人修仙的大限，这样才有修炼到陆地神仙境的可能。那像我这样投生9莲的末等修为，岂不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？1朵金莲，陆地神仙资质；2朵金莲，天仙资质；3朵金莲，金仙资质。倘若有6朵金莲，则为大罗圣境资质。不过此种资质极少，可谓是万里挑一。若显现9朵金莲，可达天道之境。此种境界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只有道祖1人成就。当然，即使1朵金莲未出，只现莲花骨朵，也代表有修炼资质，可做门外弟子。若莲花骨朵也未显现，那只能做仙门外扫地的杂役了。凡是可出1朵金莲，有修炼陆地神仙资格者，皆可得仙门老祖赐福，洗精伐髓，提升境界。9朵金莲是天道资质，可师傅明明跟我说9朵金莲是最低等的修为资质，难道是师傅说错了？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？测仙道资质，即刻开始。要入化羽仙门者，皆可上前。爹爹虽然定了我们之间的婚事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虽不奢求你能达到金莲1品的资质，但你起码也要能达到门外弟子的级别。我不想，也不会嫁给一个杂役的。哎呀，1朵金莲勉强进入仙门，那我还要不要测呀？我这20年的微末修为，不会真的要成为给仙门扫地的杂役吧？看你这心虚的样子，你不敢。那我来，我不求我的男人比我强，但一定不能比我差。我女儿可是太阴圣体，可不是1朵金莲那么简单的。按化羽仙门的规矩，3朵金莲已经有了金仙的资质。我这种修炼废神，1朵金莲也显现不出，怎么可能抢得过他？唉，注定我与张家无缘，结不成这桩婚事了。
3朵金莲已有修成金仙的资质，已十分罕见。不愧是太阴圣体，先天就有修仙资质，稍稍出手便已是无数人毕生努力的极限。只可惜你已有言在先，3年之内不入仙门。张清雪竟是太阴圣体之身，据说与太阴圣体之身双修，修为可倍增。太阴圣体，万中无一，要入大罗仙境，登顶仙道。张清雪绝不能成为别人的女人。晴雪出身高贵，又是先天圣体，乃人中之皇。能与晴雪谈婚论嫁者，也必须是万里挑一的翘楚。我江少廷自诩为人中之龙，今日特向张氏提亲，求娶晴雪小姐，还请晴雪入局。江少廷，你要向我求婚？没错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放眼整个靖州，能配得上晴雪姑娘的，怕也只有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已将晴雪许配给了张仙师，江少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这江少廷一身煞气，与张家主被谋害时的煞气相同。无论他与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，但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晴雪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。没错，江少廷是吧？晴雪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你来晚了。拿开你的脏手！爹爹虽然让我们成婚，可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你了？晴雪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连爹爹的话都不听吗？爹爹，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嫁给他呢？我曾经发过誓，我张晴雪的男人，要么天资比我聪颖，要么能力比我强，否则他凭什么可以征服我呀？听到了吗？晴雪有金莲3品金仙资质，请问你是何等仙资啊？是何等仙资啊？我具体仙资不知道，但师傅说我头顶9朵金莲，是修仙者里修为最低的。9朵金莲乃修者最高境界天道境，你却说是最低修为。你这是变相在羞辱我们，说我等头顶3朵金莲的修为还不及你最低等修为。9朵金莲明明就是最低的修为资质啊，师傅应该不会骗我的。可能师傅传给我的修仙境界与神珠测出来的是相反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实力低微，若是触碰神珠，1朵金莲也生不出来。我的修为比不上在场的任何一位。爹爹，您都看到了吧？我有太阴圣体，又有金仙资质，嫁给他岂不成了整仙的笑？哎呀，你不嫁给张仙师，难道你要嫁给江少廷吗？他面净心不净，他向你求婚是另有所图，这种婚事我绝不同意。没错，大小姐，我都看得出来，这姓江的没安好心。你住口！末等修为，没半点修仙资质，一双肉眼凡胎，你能看得出什么？张家主，大小姐得仙门认可，有金仙认证，你呢，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做不了他的主。爹爹，只怕今日女儿要忤逆您的意思了。我张晴雪不愿嫁给一个一无实权的人，沦为仙门的笑柄。若是你能得到神珠的认可，我愿与你结为一时双璧。当年化羽仙门老祖曾说，我乃9阳圣子之体，一直未能查验，今日一测便知。当年老祖所言非虚啊，此子乃9阳之体，与太阴之体平齐，可入金仙境。一个9阳之体，一个太阴之体，若两者合修，境界高升，不可估量啊！爹爹，你要相信女儿的选择没有错，嫁给他，我此生境界难以存进；可嫁给江少，必能缔造仙道境界奇迹。师傅说过，
心地不善，难成真仙。张清雪，你两眼蒙尘，不辨黑白，即便是测出天道境，也成不了真仙人。我也想看看我二人合修是何等的惊仙资质。是6朵金莲，6朵金莲，大罗圣境啊！二人合修，可出大罗圣境啊！是我羽化仙门之福，天地同庆啊！张家主，看见了吧？大小姐选择少庭，才是正确的结合。她若是听你的，选择一个一无是处的废材，怕是仙道境界再无寸进了。张仙师啊，我不想看着晴雪跳进江家的火坑，这里只有你能帮他呀。张家主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要是上去，1朵金莲我都显现不出来，这件事我真帮不了你。你想啊，不是张仙师啊，你不上去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万一你和他一样也是九阳之体啊，你比他还强呢？不可能，我要是九阳之体，修仙奇才，我师父怎么可能把我赶下山门呢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麻雀的确不能与凤配，你我云泥之别，配不上晴雪小姐，你是不争的事实。但你也可以上前一测资质，说不定还可以留下来做个扫地的杂役。你没错，张毅，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。我不要求你能超越江少，但若你能让神珠出3朵金莲，与江少的资质平齐，我未尝不可改变主意。哼，我也想看看这个号称头生9莲却修为末等的狂徒是何等资质。上来，测！对，不可推脱，测！我若是1朵金莲也测不出，可就真是把师父的老脸给丢尽了呀！无论有没有仙道资质，你都应该有踏出这一步的勇气。你连向前一步的胆气都没有，你根本就不值得我多看你一眼。畏首畏尾，羞耻之耻！说出你师门名字，师傅是谁？滚下山去！自此，你这一门再无资格参加我化羽仙门的仙元大会。罢了，测就测，总不能真把师父的老脸丢在这儿，让他们踩到脚底吧？行，我测，但是我话先说清楚啊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我师父无关，与我师门无关。我就说嘛，我修为末等，修仙资质低下，1朵金莲也显现不出。早料到不会有金莲显现，可没想到这神珠无意，你竟没有半点修仙资质，在我仙门阶前扫地的资格都没有。张家主，我化羽仙门赐予你张家的仙缘，用在他的身上，算是白白浪费。张仙师啊，看来老朽是看走眼了，你的确是无缘仙道啊！本以为你能留下来扫地，没想到这等低等末流的差事都轮不到你。幸亏我慧眼识人，才在你这种人身上没有浪费一时半刻的青春。那是我眼花看错了吗？那是一品金莲。一品金莲，我这种末等修为也能测出金莲1品，有陆地神仙的资质，可为什么师父这么多年没有看出来？金莲1品，
没有半点修仙资质的他，竟然测出了金莲一品，难道是仙姿不显吗？好啊，极品金莲一品也算是有陆地神仙的资质了，与我们晴雪也算是般配了。不过是金莲一品，我和江少可都是金莲3品，他与我还是地仙与金仙的差别。听清楚了吗？金仙与地仙听起来只有1字之差，可在修仙界以外，差的可是万年之遥。再过1万年，你也修不到金仙境。慢着，不是金莲一品，是金莲2品啊！不可能，金莲一品陆地神仙已是他这种俗物修仙之最，怎么可能金莲2品？白石仙人，您看错了，哪有什么金莲2品啊？我能有陆地神仙的资质，已经很知足了。不，是金莲2品，神珠已有吞吐金莲之相啊！啊，金莲2品，张天师，你与我们晴雪之间的距离已经从万里之遥变为咫尺之间了。不就是金莲2品吗？我家少廷可是金莲3品，他们之间可是天仙和金仙的差距。我没做梦吧？片刻之间从地仙晋升天仙，这样的资质，真是我测出来的吗？不是天仙，是金仙；不是天仙，是金仙。3朵金莲，金仙资质，我一介凡体，居然与太阴之体、九阳之体资质齐平。同一天内测出3位金仙资质，这是化羽仙门从未有过的奇事啊！更奇的是，他这种没有先天修炼体质，竟可媲美九阳太阴之体，真是修仙奇才啊！我那九阳之体万里无一，竟与他这种被仙门逐出师门的废物资质平齐，这有什么讲家之耻啊！晴雪，你看到了吗？张先生和你一样，也是金仙资质，你们才是最般配的那个人啊！真的般配吗？虽然都是金仙资质，可我是太阴圣体，他一介凡体，显而易见，谁尊谁卑。除非他能测出金莲4品再升一级，才能勉强与我平齐，这才叫般配。神珠又有吞吐之相，难道今天要出一个超越金莲3品之人？又有金莲4品，看似平平无奇，总是金莲4品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年老祖修行3万年，又听老君论道，才突破桎梏，升至金莲4品。这小童看年龄不过20-30，竟然已经达到了老祖修行3万年的高度，这其中不会有假吧？师父总说我是愚钝至极，朽木不可雕也，连基本的炼气期都无法突破，怎么到了这里却成了修仙奇才，达到了金仙之上的资质？这混沌神珠不会是失灵了吧？晴雪，如你所说，张仙师现在已经是金莲4品了，现在应该与你般配了吧？金莲4品又如何？我和晴雪双修能到达金莲6品，我2人结合可达大罗圣境资质。他区金莲4品，比得了吗？这叫般配吗？他若真想和少廷一较高下，那就测出个金莲6品，让我们瞧一瞧啊！金莲6品，大罗圣境，几位执掌仙门1000年的仙人都难以达到的高度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知道自惭形秽就好，你我之间的婚事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不止4品金莲，神珠灵光未消，似有吞吐金莲之相啊！不可能，金莲4品已经超越了金仙，若再吐金莲，岂不是要接近大罗圣境啊？这是凡人修仙绝不可能达到的高度。真的
的是金莲六品大罗圣境资质啊！我与张少合修才勉强测出金莲六品，他怎么一个人就做到了？莫非他说的头生九莲不是空话？这等修仙奇才，简直是妖孽呀！我等修行几千年才修得陆地神仙资格，他小小年纪竟然……哎呦！金莲六品大罗圣境，竟然有人修仙资质与我齐肩，真没想到张仙师是大罗圣境仙子，请受老朽一拜。张家主，你快请起，我这受不起的。这金莲六品的仙资肯定跟我无关，依我看，8成是神珠失灵，测错了。妄言！混沌神珠始于混沌初开，乃上古圣器，测资质护仙道，万年来不曾出现一点误错。你竟敢说神珠出错，这是对圣器不敬，对我仙门不敬，对仙道不敬，跪地赔罪！圣器高贵，岂能容你污蔑？跪地赔罪，否则今日让你肢体难全。听到仙人的话没有？跪地向圣器赔罪，向仙道赔罪。测出金莲六品也不是你目无圣器的资本，跪地赔罪！张仙师，刚才您说的话里确实有不敬，哎呀，我也帮不了你，你还是跪下吧。我又没说错，为什么要跪啊？我的仙道根基为零，师傅早就验证过了。现在神珠测出金莲六品，那不是失灵是什么呀？看他的样，不像刻意隐瞒修为资质，难道真的神珠出现错误？我更愿意相信是神珠出错，也不愿意相信你真的是金莲六品，压我一头。要验证他所说是真是假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再让神珠验测一次。若再测出是金莲六品，那我们都心服口服。我说过的话也会说到做到。没错，就这么办。张氏小童，再测仙道资质。师傅神通广大，慧眼如炬，他一定不会骗我，一定是神珠失灵。行，测就测。天舟异动，天地色变。今日要出一位天道资质仙道大能了。什么？仙道资质仙道大能？自盘古开天至今，也只有道祖一人能达天道资质啊！若真有人能达到天道资质，与道祖齐平，此人必将震动整个仙界。先出金莲3品，再出金莲6品，每一次都让人意想不到，令神珠颤动的人，不会真的是他吧？不会的，他既没有先天圣体，又是末等气土，怎么会出现天道资质呢？是我想多了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看他一副一无所长的样子，我绝不相信他能有天道资质。看，神珠运动，金莲日出，这还有啊！金莲9品天道资质，没想到人间还有一位与道祖仙子齐肩的人物啊！哟，资质齐肩，已可以惊动半壁仙界，竟然与道祖齐肩，这岂不是让整个三界都为之一振？这天道资质足可以称是第二道祖啊！若是第二道祖之名出自我化羽仙门，从此之后，我化羽仙门便是三界第1大仙门，是无上荣耀啊！小道在此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张仙师有天道资质，要入仙门，当受我等五体投地之大礼呀！小道子阳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恭迎张仙师入我化羽仙门。3位仙人跪地相迎，张仙师是一个有天道资质的上仙，清雪，快跪下，我们求仙师原谅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张家主，这里面
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哎呀，张天师，你就不要谦虚了。金莲9品为证，3位仙师跪地相迎，这哪里有什么误会呀？有3位仙人，你们快起来吧！你们这一跪，我根本受不起啊！这一跪，你何止受得起呀？能跪天道上仙，是我等何等的荣耀啊！只要您点头，入我化羽仙门，仙门上下必以你为尊。您入仙门，我们愿拜您为师。仙门掌教真人的位子也让给您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竟是天道自治，整个化羽仙门都匍匐在他的脚下。哎呀，我可以加入你们仙门。真的？但是只要仙师您愿入我化羽仙门，您提什么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你们听我说完。我是想说，这9品金莲与我无关。刚才我就说了，神珠失灵测不准的。哎，这神珠吞吐金莲有序，天地间也无大祸突起，这正是验证天道仙姿之象啊！我还是不相信，他分明就是来仙门求取修仙功法的一个小童，怎么会有天道之字？我怀疑他分明就是使用了什么障眼法，骗过了我，骗过了各位。依我看，他根本连金莲1品都没有。没错，据我所知，一些小门小派专研障眼之法，流窜各大仙门，骗取修仙之法。哼！障眼之术骗得过你们，骗不过神珠。没有什么法术能令神珠生出假象。你们还看不出吗？张仙师乃大能神仙下凡，看尽人间疾苦，得来人间体验生活。再敢对张仙师出言不逊，即刻赶下山。此生再不许你张氏涉足仙门半步。连3位仙人都承认了，难道真是我错了？他真的是一位仙姿不显，能带给我张家无上福报的大仙人。所有人都说我有天道仙姿，可师傅却说我是一块朽木，我到底该信谁的呀？小小年纪，这天道自治竟然与道子齐肩，莫非天下真的有如此修仙的奇才？待我以仙法赐福，试试他的修为到底在何种境界。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身体里了。哦，这是老祖赐福，赐你仙力，提升修为。看来你有天道仙姿，已得到老祖的认可呀。张仙师若能留下，老祖亲自提点，不消100年，修为境界必与资质平齐，同达天道。赐我仙力，提升修为，可我一点血脉喷张的感觉都没有。我这一支仙力可搬山移海，修士受之必修为大增，我也能有所感应。可是进入他的身体，却如石沉大海，不起波澜。让我再出一指，试他一试。又是老祖赐福？难道是仙门老祖小气，赐的仙法太少？我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啊。真是怪杀我也！总是天道自治，我这一支仙力下去，也能试出修为几何？为何在他身上，我却全然察觉不到？我再出6、7、8、9指。3位仙人，麻烦你们告知你们老祖一声，别再赐福了。这点仙力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用。老祖乃仙门的开山鼻祖，至高无上。老祖要为张仙师赐福，我等死也拦不住啊！我好为1000年仙力，居然测不出他的修为。他的修为太低，没有体积。就是我的仙力，在他面前犹如蚍蜉撼树。真是如此，他的修为岂不是在天道之上？
足修行10万年。我天道再上一层，他一个道门小徒，不过有些修仙天资，总不会超越道祖，突破天道资质吧？这风儿师兄，这个神珠这是怎么了？几千年我从没见过如此异动。神珠异动，非祸即福，快和我3人之力稳住神珠，以免神珠落地酿成大祸呀！师兄厉害，万古之力，仅以我3人之力，根本就压制不住啊！我快要承受不了啊！我也快撑不住了。仙道资质最高为天道，金莲也只有9朵，这第10朵金莲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一股什么力量，竟然让混沌神珠都禁束不住？这是神珠爆裂，化金莲食品呐！金莲食品？师兄是说连混沌神珠都无法承受的天道之上的资质吗？没错，张仙师不是金莲9品天道资质，而是万古第一人天道之上的资质呀！神珠爆裂，化为第10朵金莲，这天道之上又开一道。如此逆天资质得之，可得半壁仙境，他绝不能为他人所用，必须要为我所得。天道之上的资质，万古第一人，我这金仙资质在他面前只有……我不相信，连道主都无法达到的境界，他如何能做到？这金莲是假的，它根本就不是什么10品金莲，它是障眼法，我这就拆穿你！金莲护体，不可近身。即使天道资质，也做不到如此霸道。天道之上，确定无疑。这天道之上的资质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况且，连道祖都无法突破的资质，我一个刚入修仙界的新人，怎么可能做得到呀？一定是神珠失灵，出错了。张仙师，你切莫要妄自菲薄呀！如果你有绝顶的天道仙赐，凭2000年的修为，可胜败万变。等会儿，2000年的修为，谁啊？我啊！2000年的修为，谁啊？我？不是你说你已经2000多岁了，这不就是2000年的修为吗？哎呦，张家主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是说20岁，不是2000岁。什么？20年？张仙师，你是说你只有20岁，而不是2000岁？张仙师只有20岁，20岁天道之上仙资质，匪夷所思，简直是仙道奇才呀！20年的修为已经远胜我们1000年修为，咱们还有何脸面自称仙人呢？你们不会都以为我2000岁吧？怎么可能啊！哎，你看看，我这头上一根白头发都没有，一条皱纹都没有，怎么可能2000岁？天，他也叫张毅，他也是20岁，他的手臂上有跟你一样的胎记，他不会是一弟弟吧？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抱着小姨逃走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臂被一把刀同时划过，所以他的手臂上有和我一样的刀疤，这就确定是小姨无疑了。
上家主，你们在说什么呀？什么义弟弟，什么刀疤，什么胎记的？张先生，能否让老小看一下你的左臂？我这左臂又没有什么异常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张家主，你这胳膊上怎么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刀疤？张家主，你这胳膊上怎么有一条和我一模一样的刀疤？一言难尽呐，可也就是这道伤疤，让我才能确定你就是我多年前丢失的小姨。儿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义弟弟，这些年我和爹爹用尽各种办法打听你的下落，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找到你了。我当了20年的孤儿，和师父相依相靠，今天突然有爹了，有家了。是啊，儿子，时隔20年，没有重逢了，你不高兴吗？你觉得我应该高兴吗？应该叫你一声爹吗？你想多了，我一点也不高兴。今天这声爹，我也叫不出口。儿子，20年，整整20年，我们又重逢了，你不认我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有父亲，却当了20年的孤儿。我一直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啊？还是说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年你要狠心抛下我？小姨，难怪他有逆天修行资质，他就是当年老祖断言为修仙奇才的张家独子啊！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他出生之时天动地颤，有逆天仙子，刚出生就有逆天的资质。老祖当年不愿意见有人能修为境界超越他的存在，但是仙人又不得甘愿犯尘之事，于是秘密委托仙家，来到此时将他杀死在了襁褓之中。没错，本以为他早就死了，没想到他的命够大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既然他没死，也测出了他的逆天资质，证明了他的身份。老祖会做什么，让他走出这仙人大会？小姨，这其中原委一时说不清楚，我们还是回家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啊，弟弟，你误会爹爹了。当年有人要杀你，爹爹为了保护你，被人砍了10几刀，血几乎流干晕死过去，才把你弄丢的。什么？被人砍了10几刀？对，你要不信你自己看，刀疤现在还在爹爹身上呢。没错，若不是当年我身受重伤晕死过去，我是不会把这弄丢的。爹，对不起，我当年还以为你是故意抛下我。师父教导我，找到亲人、敬之爱之的话，全被我抛之脑后。我真不是人。徐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是爹我错了啊！这里是仙门，我们不必说话，我们还是回去啊！回家。去他的仙门，我不进了。神珠爆裂，仙门大祸，为查清大祸根源，谁都不准走。国领老祖，国领老祖。是谁毁坏了我化羽仙门的万年圣迹混沌神珠？哎，老祖，是他。就是他毁了仙门圣器。回禀老祖，是这位张仙师。他就是仙门老祖，上来就兴师问罪，
会真的是来找我麻烦吧？哎，那个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那神珠明明是自己碎的，你不能怪到我儿子头上。难怪资质如此逆天，原来是他。有时大难不死，这便是天意。活到现在刚好，他的逆天资质可以为我所用，用了他的资质，我的修为直通天道境。哎，你个老东西，你就别替他狡辩了。大家都看到，神珠爆裂化作第10朵金莲，就落在他的手上。是你们要我测的呀！测出来10朵金莲，神珠爆裂，还说我有天道以上的资质。我都说了，这不可能的，肯定是神珠出了差错，爆裂消失，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啊。哎，张先生，这混沌神珠明明是因为承受不住您的逆天资质才会爆裂自毁。我等守护神珠已有1000年，这点啊，您不能不认呐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们都说神珠因我而毁，那我有个话可说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怎么办？依照神珠等价值赔偿。神珠无价，这小子10条命也抵不上一颗混沌神珠。老祖失我一条了，这小子今天休想全身而退。20年前让他捡回了一条命，今日老祖亲自动手，看他怎么死。这神珠我来赔，我张家屯有黄金万斤，珍宝无数，全部献给仙门如何？哼，神珠乃是上古圣物，岂能等同于凡俗金钱？只能用同等价值的仙道圣物来赔。若没有，今天你们张家之人一个也休想离开化羽仙门。老祖，你明知化羽仙门之中只有混沌神珠这一件上古神器，你这分明是刁难。老祖动怒，除非张仙师有到天灵界的宝物的本事，否则难平老祖之怒啊！你要上古神器，我拿不出来。我这里只有一把自己炼制的兵器。张仙师不可妄言，这一把柴刀怎可和神珠相比？这不是拉低了神珠的价值？弟弟，赔偿的事我和爹地想办法，你快把这刀扔了，别给别人留下诟病的把柄。扔掉？为什么要扔掉呀？下山的时候师傅给我的东西不多了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呢。小子，你能别吹牛逼了行不？不就是把破柴刀吗？山下铁匠铺里有的是。你是当我们眼瞎，还是当老祖不识俗物啊？老祖，我看此人就是来仙门捣乱的。他若赔不起，就要他的命，以祭神珠。谁说我是来捣乱的呀？我下山的时候，师傅特意叮嘱说，我这把刀就是给10座金山都不换。我想价值应该不比你们那个混沌神珠差。你们要不要？哎，这张天师，你不能仗着自己资质逆天就放肆无度吧？啊！哎呀，今日这事啊，过分了，过分了啊！哎，我倒是想看看这逆天资质的修仙奇才炼出的刀有何今非之处。江少廷，仙门已准许你为入门弟子，拿刀拿来我看。是。切，一把火。切，不就是一把火？江少廷，不过一把柴刀而已，你何故有此举动？一把刀而已，怎么会这么重啊？少廷啊，你可是能扛起千斤顶的人，怎么能当着几位仙人的面，这都拿不起一把刀呢？这把刀好像有万斤之重，我这双手只能撼动千斤之力，
我确实是拿不起来。几万斤重，江少廷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把刀是我亲自打的，重7斤8两，怎么可能你说那么重？江少廷，张毅的资质远超于你，你心里不舒服，所以才用这招。你先激怒老祖，迁怒张毅，是不是啊？江少廷，你竟是如此卑鄙的小人，我还想着跟你双修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江少廷，你少故弄玄虚，快把张贤石的窄刀给我拿过来。3位仙人，好，我拿。要么是幻觉，要么是他耍了把戏。这次我集全身之力，我就不信拿不动你的破柴刀。江少廷，一把刀而已，没必要演得那么像吧？拿好了。这位仙人啊，这刀是被他做了手脚，害我当众出丑，有辱仙门之位，还请仙人替我出气，灭了他！喂，江少廷，你演戏演上瘾了。我都说了，这把刀7斤8两重，你别告诉我你拿不起来。江少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3位真人，这刀有古怪，一定是被他做了什么手脚，我拿不动啊！本以为你修行根基稳健，能成为我仙门上乘弟子，没想到连把刀都拿不起来。起开！这刀看似破破烂烂，怎么这么重？难不成这把刀真有万斤之重，连我仙门真人都拿得不起？不是，厉仙姑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刀小易轻而易举就拿起来的，它没有那么重啊。这刀虽然重，还没到拿不起的地步。3位真人，你们现在相信我了吗？这刀一定是被他施了什么手段。看仙人的样子，不像是装的呀。难道这些仙人真的连7斤8两的刀都拿不起来？这把刀真的很轻啊！几位仙人，要不你们再试试？仙门威名不能被一把刀给毁了，我倒要看看这把刀藏着什么把戏。仙人，我说他们还不相信，你来告诉他们，到底是不是那么轻？快，这刀真的有万斤之重啊！这刀真的有万斤之重啊！白石之人的面色不太对，莫非这把柴刀真的有什么玄妙？仙人，这刀你已经拿起来了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我有没有说谎？你觉得这刀重吗？这刀很轻，一点都不重，在我手里轻如鸿毛。江少廷，你都听到了吧？白石真人都说了，这刀很轻，你这装腔作势的把戏被拆穿了。我没有撒谎，老祖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是他在戏耍仙门呐！是真是假，有何玄妙？把刀呈上来，我一看便知。白石真人，来，把刀呈上来。是。这刀真的重如高山，我快要撑不住了。仙人，你刚刚不是还说这把刀很轻的吗？哦，你是在配合他们演戏，想要陷害我是不是？胡说八道！我化羽仙门3位掌教真人光明磊落，岂会做这种龇龊之事？老祖，子阳师兄，
这下你们相信我了吧？此刀若不真是神器所化，必是高人施了法术。我等破解不开。张先生，你快把这刀拿开，会压死我了！你是小易，你快把刀拿走，别把新人压坏了。哦。师傅说过，只有通天彻地的大法宝才会散出七彩迷雾。难不成我随手练成的砍柴刀是媲美混沌神珠的大法宝？还不起来！他的资质虽然逆天，但是他的修为境界只是仙门小童，对他成何体统？这刀可成神器，若是他随手一练而成，那他的修为境界绝非小童。那我也来试试你这把刀到底几斤几两啊！这把刀多半是被高人动过手脚，你们三人修为相当，还是我来吧。老祖小心，这刀当真古怪的很，不可小视。哼，这把刀，它就算是被仙人加持，它也不过是一件死物，我还怕它不成？老祖，他们拿不起这把刀，是不是因为这刀身上有一层七彩迷雾啊？哪有七彩迷雾？我看到的只是锈迹斑斑。你少在这里蛊惑人心！我没有胡说呀，这刀身上面明明有一层七彩迷雾的，你们看不到吗？哎呀，没有。哪有什么七彩迷雾啊？胡说八道！哎，小子，老祖要看你刀，就乖乖的送上去，少在这拖延时间。有什么用？不管你对这把刀施了什么手脚，都逃不过老祖的法眼。只有仙道神器才会有七彩迷雾傍身，而只有大罗圣境及以上者才能一眼识破。你是觉得我的修为境界不如你吗？来，把这把破刀给我。哎呀，张仙师，也许今天在现场人之中，你的资质最高，但要比修为嘛，还是我们老祖最高。狂妄无度，不知所为，就灭一灭你的威风。拿过来。大概是我出现幻觉了吧？一把柴刀怎么可能是仙道神器呢？给。这破柴刀不像是有人施了邪术，却中的高山，难不成真的是遗落尘埃里的仙道神器？老祖，你怎么一副很吃力的样子？你不会也想说这刀力重万斤吧？这老祖是怎么了？莫非这刀真是重的，连老祖也拿不起来了吗？老祖，需不需要我们帮忙？不能让这小子看出来我拿不动的样子，否则这脸面尽失啊！不用，一把破刀有几斤几两？看到了吗？不管你施了什么法术，都被老祖给破解了。你还是乖乖的用你的命来尝混沌神珠吧。不愧是仙门老祖啊，修为就是在我们100倍之上，很轻松就提起这把刀了。这刀怎么越来越重了？我也快要坚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祖，你不是说这把刀很轻吗？那你手抖什么呀？我的手没抖，这把刀轻得很。你感觉我像是拿着很重的样子吗？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撑不住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不能丢我身为仙门老祖的脸面。我想个办法。老祖额头冒汗，手臂微颤，这可不像是很轻松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光这只手能拿，我另一只手我也能拿。
哎呀，老祖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怎么给一个小辈儿跪下了？这还跪得这么工整？老祖，你别给我跪下呀！你几万年的仙灵，我才20岁，我受不起啊！老祖，您的身份就是整个仙门的脸面，您这一跪，便是整个仙门都跪了呀！这3界之内，能受我一跪的，除了天上的大神仙，也只有天道神器了。天道神器？可这里除了自毁的混沌神珠以外，哪里还有什么仙道神器呢？老祖口中所说的仙道神器，莫非就是这把柴刀？没错，神器不显，但确有仙力。这把刀可以作为混沌珠的赔偿。太好了，混沌神珠赔偿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小易，太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这个仙门不过如此，回头爹给你找一个更好的仙门修炼啊！站住！这把刀可以作为神珠的赔偿，但还不够，你必须再拿出来一件神器才行。再要一把神器，可我除了这把刀，身上就剩这2本魂书了，你们要不要？哎呀，张仙师，不可胡闹！老祖之所以有今天的修为，全靠数万年来保持同体之身，不近女色。那这是我身上唯一的东西了，你们不要，那你们想要我赔偿什么呀？还有你的逆天资质，我若能得到你的资质，能直接踏入天道境，修复神珠。看来老祖终于要出手了。老祖若是吸收了他的资质，那这世界上可就没有人有能突破天道境的可能了。也许老祖是对的，没人突破天道境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少了一重境界，就少了一重压在仙门头顶的大山呀。你要我的资质？师父跟我说过，资质是一个人的神识慧根。要是把我的资质给了你，那我岂不是无实无慧，这辈子又痴又傻？不行不行，这个条件我不答应。老祖，你身为仙门之首，你怎么能想出如此阴毒下作的办法呢？你我们寻了他20年，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，我们张氏满门不允许你们人动他。你们看清楚，这里可是化羽仙门，你们是去是留，是生是死，你们说了不算，老祖说了才算。你们不是说我有逆天的资质吗？那这里岂不是没有人是我的对手？那我们要走，你们谁能拦住我？哼，你虽然资质逆天，但是你也得有时间修炼才能提升境界呀。可你现在境界低下，不用我出手，随便叫一名弟子，让你走不出这道门。若是阎王武装观助他一臂之力，你们这道门还拦得住吗？奉家师之命，张毅张仙师帮武装观保了。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她怎么来了？没听师父说起过，这玉京山与武装观还有交情啊？这个小童，他毁我仙门神器混沌神珠，怎么？你武装观是压人为你出头？自他下山之后，便是我武装观的。你要动他，家师正元子，吾万寿山圣女不答应。小易，你什么时候拜师装观做了镇元大仙的弟子啊？我没有。这位圣女姐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从来没去过万寿山啊。难道你下山时，你师父没有告诉你，你有一份婚书，便是与我万寿山圣女？万寿山武装观圣女，哎，真的是你！我此次下山也是受家师所托，请你回武装观，一是为了你我2人成婚之事，
二是家师身体抱恙，要请你到观中炼制天元金丹，为家师疗养身体。快！镇元子号称地仙之祖，武装观又远在化羽仙门之上，有武装观保着他，今天怕是难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了。垂涎万数仙家腹地已久，已钉头七剑书，暗中镇元子，10天内必亡。如今已过4天，镇元子想必已经元气大伤，所以无需惧他。不行，他谁也带不走，他毁了我们的仙门圣器混沌神珠，留下他的资质赔偿才行。与家师镇元子相比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仙门之内的仙师而已，也敢忤逆家师的意思？镇元大仙要人，就让他亲自来。若镇元大仙亲临，那我自会放人。镇元大仙不能亲至，我落花洞洞主向你要人可否？落花洞未经通报，不请自来，还望王府勿怪。刚来了个武装观，现在又来了个落花洞，歪门邪道都来了。今天啊，化羽仙门可真是热闹。落花洞用毒于无形，无孔不入。你嘴巴不干净，今日毒哑了你，就算给你点小惩罚吧。洞主大人，我们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把解药给我们吧，求你了。自行回去用金枝灌洗3日，方可解毒。落花洞女子不也？听口气好像也是为我而来的。难道师傅给我的另一份婚书就是与他的？落花洞主亲自来我化羽仙门，也是为了他？没错，20年前玉金山与我落花洞有婚书，待他弱冠之年，便与我完婚。我今日来此仙门，便是来接我的未婚夫，与我回落花洞完婚。一个武装观，一个落花洞，碰在一起了，这可叫我如何选择呀？镇元大仙法力无边，连天地都要敬重他3分，我们可恕他为敌。落花洞用毒无形，3界之内无人敢有，咱们也不可与他交恶呀。我看还是放人吧。既然武装观、落花洞都来要人，那这个面子我不能不给。那么这个小子到底是去武装观还是落花洞？那你们自行抉择吧。武装观少女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你的手拉错人了。张医师与我也有婚书，我跟他也有婚约，现在就叫未婚夫，未免太早了吧？武装观规矩繁多，处处约束，哪有落花洞来的自在呀？咱们在那儿啊，可以做一对快活夫妻。我想你会选落花洞的，对吗？武装观也好，落花洞也好，只是恐怕今天这个事儿还做不了主。不是他做不了主，是他不会娶你们的。他要娶的人是我。你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了？我现在已经够乱的了，你别给我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我曾经发过誓，3年内只要找到你，必嫁给你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娶我？没有不愿意，只是师傅给我定下的这2条婚约，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呢。哎
呀，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，我是你爹，所以说这事儿我来做主。你把他们俩的婚约都退了，然后回去跟晴雪结婚。不行，我乃武装观圣女，不因大事岂可如此草率？就算婚约作废，也要面过我家师镇元大仙商议再定。哼，我落花洞睚眦必报，你胆敢毁了我落花洞的婚约，我只能说，我得不到，宁可毁掉。我落花洞主，武装观圣女，还有这个大小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此毒致命哦，你想好了，选他们还是选我？他可是我张家的独苗，他的婚事我做主，他只能娶晴雪。不行，家师仙体不适，急等张毅炼丹疗伤，今天他必须跟我走。不行，我落花洞9族18寨已经齐聚，只为参加我们的婚礼。落花洞颜面不能丢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我找了他20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他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他的，他必须跟我走。玄华，我走！你们，哎呀，玄华，你别吵了。婚约之事暂且搁置。我既然找到家人，就应当祭拜先祖，认祖归宗。明日我就去武装观。镇元大仙有伤，刻不容缓。至于婚约，等这2件事都完成以后，我会请师傅下山。至于娶谁，我会请师傅下山，一同定夺。同意。向你丹术借我顶头七剑书，救下镇元子。王祥，前往武装观的丹石药石都是我的人。至于这个自知逆天的小子，待我用顶头七剑书废了他，我看他如何救人。晴雪姐姐，你穿那么少干什么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！论姿色，我不比圣女和杜女差，但论仙道，我比不上他们，所以公平竞争，我胜算很低啊。我要娶谁都还没定呢，最终还要请师傅才定，你急什么呀？不行，我答应过爹爹要嫁给你，报养育之恩，哪怕你与他们只有1%的可能。那也不行啊！万一被师傅知道我还没跟他们2家解除婚约，就与你破身双修的话，他一定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我不行。没事，只要我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就会知难而退，放弃你。可武装观和落花洞丢了颜面，他们肯定不会是这么甘休的。没事，他们要是有怒气撒在我身上。不行！若是因为我一个人的悔婚牵连玉金山，那师傅的名声不就被我给毁了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张毅，受我顶头七剑书第1题，心火飞逝。还好我脸不近心中，这小小的诱惑还不能让我乱了分寸。我的静心咒怎么不管用了？血气下行，五指冲丈，我的静心咒不管用了！我要控制不住了！血气下行，五指冲丈，我的静心咒不管用了！我要控制不住了！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倒很诚实。姐姐给你。糟了，脱身了！给你气定加身，暗咒继承，小子，你活不过7日！我的顶头七剑书
天道境的仙人都能杀得，你小子资质逆天，修为却不高，杀你轻而易举。金头七剑术自毁，不胜他封侯，莫非他的修为境界已超越天道？哇，这就是武装观呀！一会儿可不能让他们圣女看见，火已破身。来人可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小友。小友？看你们俩这年纪，不应该叫我小友，应该叫我哥哥。若论辈分，以师父赵仙师来此，我们也只尊他一声赵师兄。叫你一声小友已是抬举，若真算起年龄来，你理当叫我二人一声师叔才是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，你们可知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的仙龄？说出其灵，吓汝一跳。年龄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敢与我师父论师兄弟，你们可知我师父玉京山仙人有多少年的仙龄？说出其灵，吓汝一跳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他老人家坐镇玉京山修行，已经足足有3万年的仙龄，而我呢，也20有1。瞧你们的样子，不过16、17、8，这么装大，你们师父知道？16、17、8，你可知本童子我已有1320岁了。本仙童比师兄晚生100年，今时已有1200多岁了。你有1320岁，你有1200岁。我二人还是这仙观里48名弟子中年龄最小。若不信，有仙籍可查，或去问你师父。师父说过，神仙府邸，即使是守门奴，仙龄多半也高于他们这些人间散仙，更何况是镇元大仙的徒弟呢？我居然给忘了。换你小友不是，那便换你仙师。家师镇元子身体抱恙，圣女师姐特派我二人在此恭候仙师。我听说三清是你们师父的朋友，四弟是他的故人，九曜是他的晚辈，元辰是他的下宾。你们师父都这么厉害了，这世间还有什么手段能伤到他呀？若是明枪，自然不怕；可是暗箭，防不胜防。家师断言，是上古咒术钉头七剑术，以咒术施法，杀人于无形的钉头七剑术。没错，不过师父已找到克制之法，炼制天元金丹可解此咒。可武装观并不善于丹术，于是请仙师与各路丹师来观中炼丹。师姐特命我二人在人参果树下等候。请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参果呀！以前只听师傅提起过，说此果可以死扶伤，益寿延年，是媲美天庭蟠桃的神仙果子。没错，混沌初分，鸿蒙始盼，天地未开之际，便产出了这颗灵根，在此地开花结果，唤作草还丹，又名人参果。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，再3000年才得以成熟，短头1万年方能吃得。人若有缘得人参果闻一闻，能活360岁，吃一个可活47000年。闻一闻能活360岁，吃一颗可活47000年，这不是神仙也胜过神仙啊！师傅说了，今日若是有哪位仙师可以炼出天元金丹，便赐他一颗人参果。凡人食之可入仙道，仙人食之修为倍增。师父上千年的修为停滞不前，我若是能带回一颗人参果给他尝尝鲜，他一定高兴死了。圣女师姐说过，来人一定要是玉京山赵仙师之徒。我们只问了一句，他也只答了一句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就是师姐口中那位有着天道境修为的张毅。师兄机智，看来咱们得试他一试，莫要认错了人呐。二位仙头，给镇元大仙炼制天元金丹要紧，还是赶紧把你们家圣女请出来，咱们炼制金丹。圣女师姐去见其他丹师了，稍后便到。对了，师父和圣女师姐都说玉京山赵仙师之徒张毅修仙奇才，修为已达天道境，不如你展示来看
让我二人开开眼。在化羽仙门神出失灵测出天道以上的资质，就已经解释不清了。他们又要我展示天道修为，我根本就没有怎么给他们展示啊！张仙师，为何还不展示？是这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，还是说这天道境的修为都是吹嘘？仙童说对了，我被师傅赶下山的时候，连炼气期都没有突破呢，怎么可能会有天道境的修为呢？什么？搞错了！你不是圣女师姐让我们找的张仙师啊？哼，好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，将我二人骗入这人参果园，定是想偷仙家异宝。师兄，将此人赶出庄观！敢在万寿山武庄观行骗，看我不把你打得皮开肉绽，再扔出去！哎，二位仙童，你们误会了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呀！小骗子，你还想再说什么？玉京山赵玄一是我师傅，我也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张毅，但是我有天道境的修为，这是谣传。什么？谣传？这明明是玉京山赵仙师亲自传檄告诉我师傅他老人家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镇元大仙看错了。我要是有天道境的修为，怎么可能被师傅赶下山呢？师傅常说，做人谦虚，修为越高之人越不轻易展露本事。你是说，要是真是师傅所说的张毅，便是在隐藏实力，不想向我人展示？不如用师傅的法宝捆仙绳试他一试，是不是天道境？不如用师傅的法宝捆仙绳试他一试，是不是天道境？捆仙绳困不住天道境大神，如果他能够轻松走脱，就说明他是有天道境的修为。二位仙童，若是你们还不相信，自可派人去玉京山请我师傅，他会为我作证的。玉京山距此何止千里，纵使腾云驾雾，来回也要1天脚程。倒不如先将你抓了，等待师傅回来，明辨身份再做定夺，岂不是更简单？我可是镇元大仙请过来的客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若真是师傅请的张仙师，我二人自当认罚，给你赔礼道歉。可你若是骗子，我二人绑了你，便是护元之功，师傅定会奖赏我二人。亏你们二人还有1000年仙灵，真假不辨，是非不分，败坏镇元大仙的名誉。有你们2个做弟子，真是大仙的福气。所以你怎么说？这捆仙绳绝非等闲之物，你若真有天道境界，这绳子便可轻易挣脱；你若没有，是个骗子，这绳子你越挣扎只会越紧，直至最后气绝身。你若现在就能挣脱捆仙绳，我们就信你。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我没有天道境的修为，你们让我怎么挣？这绳子怎么突然松了？难道是这俩仙童本事不到家？师傅要请的客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你若不能挣脱，便是假冒被勒死，也是活该。就让他在这儿被捆仙绳勒死吧。师兄，我们走。捆了这么久，他还是没有施展修为挣脱束缚，看来真的不是师傅要我们等的人。师兄，吓他一下就行了。若真的在庄观里出了人命，师傅定会责罚。还是收了捆仙绳，把他赶出庄观吧。我的捆仙绳！二位仙童，如果我说我都没用力，这捆仙绳它自己就断掉了，你相信吗？你撒谎！这捆仙绳乃仙家法器，坚固无比。若没有天道境修为，怎么可能将它挣断呀？你有天道境本事，明明挣脱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捆仙绳弄断？真的，我就使了那么一点点劲儿，它就断掉了。捆仙绳被挣断，师傅和师姐知道，一定会从中责罚我的。庄观乃清净之地，何故如此喧哗？师姐，都是他张毅隐瞒修为不说，我与师兄便用捆仙绳试他一试。可他不仅诚心捉弄我二人，还将师傅的仙家法宝捆仙绳给弄断了。明明是你们说的，这捆仙绳只有天道境才能挣脱，那我的修为这么低，怎么可能挣得脱嘛？一定是你拿错了，这根本就不是捆仙绳。张仙师今日乃我武庄观座上宾，一根捆仙绳断就断了，我武庄观不与你计较。可是你不该隐瞒修为，造成这样的误会。隐瞒修为？我真的没有。我在玉京山上打了我师父一拳，师父只当是挠痒，
还说我的拳头绵软无力，半点仙姿都没有呢。这不可能！赵仙师千里传信，说你如今已经修至天道境界，丹术仙术无所不能，否则我也不会亲自下山将你请来。师傅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把我的本事吹得这么大，这不是害我吗？那你跟你师傅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，说谎的肯定不是我。我的修为那么低，有几斤几两，自己还不清楚。你附身了！你说过要征得师傅同意，在三点其一择日成婚，可是现在你居然……果然，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说谎的人找到了，不是赵仙师，而是你。圣女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是这件事它发生的太快了。罢了，我堂堂圣女，岂会嫁给一个不洁之人？你我退婚！炼出天元金丹，是你向武装观赔罪的唯一方式。若炼不出，武装观、玉金山绝交，必踏碎你玉金山门。若是比武力修为，我没有把握，可这炼丹是我的拿手好戏啊！好，一言为定。得镇元大仙邀请，我等二人星夜兼程，不敢耽误，终于没误了这炼丹大会。两位前辈一路辛苦，若能助我武装观炼出这天元金丹，家师镇元子定有重谢。圣女客气了，我们与镇元大仙乃地仙同宗，应该的。我听说除了我二人之外，武装观还邀请了一位丹道高人来观中炼丹。是不是炼丹高人不一定，但一定是一个满嘴谎言登徒子。要不是家师有言在先，一定要请他来观中炼丹，我们早就把他给赶出去了。哎，二位仙童，你们师傅请我来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万一这丹真被我给炼出来了，镇元大仙请来的七人义士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没错，家师请的就是他。据说他精通炼丹之术，曾在玉金山炼出了9转金丹。什么？就他？弱冠之年能炼出9转金丹，那是狂言妄语吧？我在老君宫中修1000年丹道，这方才炼出9转金丹，他不足100年道行，不可信，不可信呐！我也觉得此人满嘴浮夸虚假，一句真话都没有，说会炼丹，估计就是想保住一时性命。且看他炼不出丹来，师姐该如何处置他？你们爱信不信，等我能炼出医治你们师傅的金丹，你们自会相信这传言是真的。真与不真，口说无凭。丹炉在此，谁有丹道真本事，谁在空话连篇，利剑分析。这炉中有3颗5成炼化的仙丹，这就是让我们炼的天元金丹吧？没错，天元金丹家师已炼5成，未炼化的5成，3成为丹药之引，2成为丹药之心。家师说过，这人参果树上的人参果，就是这炼丹的丹药之引，而各位丹师的炼丹秘方，就是丹药之心。这人参果就在树上，需要几位施展各自本领才能摘得。我记得这人参果乃是地仙灵物，与五行相位，遇金而落，遇木而枯，遇水而化，遇火而焦，遇土而入。想摘这人参果，得用金鸡子。人参果是遇金而落，可这触碰过金气的果子，仙气有失，做不得丹药之引，须得徒手摘得。这不用金器徒手摘过，这可是闻所未闻啊！家师说过，修仙之人，修为境界达到一定高度，便可玉气为金，手掌玉气胜过金气，以手敲击人参果也可摘得。玉气为金，师傅说过，这是大罗圣境的修为才能做到。我这双手还差得远呢。好，我先来。我修道3500年，
这双手可开山劈石，丝毫不逊金器，定能敲下这人参果来。好，也让那些满嘴空话的小子看看，炼丹靠的是大修为真本事，不是几句口说无凭的空话。张毅，两位前辈一旦摘得人参果，便已成功过半。待炼出天元金丹，你对武装观再无作用之时，我跟你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虽摘不下这树上的果子，可你凭什么断定我炼不出这炉里的金丹呢？你摘不下这人参果，你拿什么炼丹？你自己跳进这丹炉当药引吗？他能当什么药引？就算他跳进了炼丹炉，炼出的也是一颗废丹。哼，哪还有他炼丹的机会？待我摘下这人参果，天元金丹立刻继承。人参果，奇怪，按道理说，以昆仑丹师的修为，玉器为基不成问题，怎么打不落这人参果？道兄，这人参果树乃天地灵根生成所化，你不用尽全力，怕是打不下来呀。嘿，昆仑仙师，你修炼了几千年，应该早已到了玉器为金的地步，为何还是打不下这人参果？不是我修为不够高深，是这人参果就根本没熟，我才打不下来。这人参果树从开花到结果历时1万年，熟与没熟，镇元大仙能不知道吗？若是没熟，镇元大仙还叫我们来干嘛呀？哎，小子，你是说我修为不够，打不下这果子是吗？那你来，你若是能打下这果子来，我就拉下这张老脸，尊称你一声仙师前辈。哎，别，我没说我能够打下来，你的修为都打不下来，那我这上不得台面的三脚猫功夫就更别提了。你废什么话？道兄，你没有打下人参果丢下的面子，我替你找回来。等我打下的人参果，我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让开！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神力出，仙果落，给我落！我落！白眉道兄，好神力！仅凭2指神力就撼动整棵人参果树，这人参果要掉下来了！芈月，准备单盘锦帕接人参果。白眉仙人，我看这人参果也没有要掉的意思，要不你再出2指？好，我就再出2指，这人参果必落。接好了。白眉真人，你的神力怕是还不够将这果子打下来。2位丹道前辈都打不下人参果，那就没有可以炼丹的药引。看来今天这丹药炼不成喽。 2位丹道前辈都打不出人参果，不是还有你？你不是吹嘘有能炼出天元金丹的本事？那打下一颗人参果应该不在话下吧？没错，今日我与白眉道兄运气不佳，让你看了笑话。既然你说你能炼出天元金丹，那也是丹道高人，其修为与境界肯定不在我们之下。哼！ 你打下一颗人参果，让我等开开眼。你们2位几千年修为境界的神仙都打不下来，我一个刚入修仙界的后生晚辈就更打不下来了。我就不打了，多此一举。不行，摘不下人参果就炼不成丹药。你师父说你有天道修为，
那摘下人参果的可能，总归比2位前辈要多得多。正好我也想证明一下，你是否真的有天道境修为。什么？天道境界啊？就他？我听过狂话，可这么狂的话，这还是第一次听。自盘古开天至今，也只有道祖有天道境修为。你一个修仙界的蝼蚁爬虫，也敢自称是天道境修为？与道祖期间，若不是在这武装观，我定只手劈了你，以正仙道之风。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大修为，一定是我师父说错了，或者是你们听错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摘人参果一看便知。没听见圣女师姐的话吗？摘！少啰嗦！摘！到时候我摘不下来，你们就死心了。我就说了，我这么点修为根本做不到玉器为金，这下你们死心了吧？原来你师父赵仙师也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的骗子。现在看来，与你退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真不知道师父把他请到观中是怎么想的。他说有炼丹的本领，也是满嘴谎话，干脆将他打下山。快看，人参果，他把人参果打下来了。他们2个几千年道行的地仙都打不下这人参果，我轻轻一敲就掉了。难道师父以前都是骗我的？我真的有大罗圣境之上，直奔天道境的修为？人参果遇土而入，快把它捡起来！哦，这一棵树1万年才结30个果子，你明明打掉了，却白白浪费了。无妨，虽然丢了一颗果子，却验出了一位天道境仙人。天元金丹炼出有望，师父稍微有望。他轻轻一敲就能摘下人参果，他年纪轻轻，难道他的修为已经远超你我了？不可能！依我看，这果子掉下来跟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刚才的果子明明是他一敲才掉下来的，白眉仙师怎么说和他没有关系？这颗人参果受到昆仑道友2击，又受到我2指神力，他已经都摇摇欲坠了。等他过来，轻轻这么一敲，他自然就掉落了。所以啊，这颗人参果掉落的功劳，那不属于他。白眉大师说的有道理，我也觉得这人参果不是我打下的。要证明这颗果子到底是不是你打的，也很简单，你再打一颗。也好，那我就再打一颗。若是还能打落一颗，就证明师父的话是骗我的。回去一定要找师父问个清楚。好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刚才只不过是他运气好，选了一个即将掉下来的果子。这次我保准他打不下来。若他这种仙道末流的小辈都能打下人参果，那你我那不是白修炼了几千年呢？神珠自毁，化10品金莲，虽不可信，可敲下人参果是实实在在的呀。不敢说我一定有天道修为，可一定不是师傅说的那样，修为末流。这次回山一定要好好问问师傅。2位前辈，你们这几千年是不是白活我不知道，可这人参果我可是敲下来了。圣女说你有天道境升为，我本还不信，现在看来眼见为实啊！小仙拜见天道大神。道兄，等一下，不能仅凭他打下一颗人参果就断定他是天道境大神。道兄，怎么说？人参果遇金而落，拿一件金器就能打落，难道这金器也有天道境修为？前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你是说张毅敲下人参果作弊用了金器？金器？我这浑身上下连一块铁片都没有，哪来的金器啊？据说有些修仙门派自幼金水玉身，金炼体虽然修为不高，也能修成身体属金的属性，随后敲击人参果也能敲出金器的效果。我怀疑他就是这种歪门邪道门派出身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你这种虚假的天道境大神，我不认啊！